在学好数理化，翻带不用怕。技巧一：平行勾球，两颗球平行，就取1/2，延伸到对面库边就是瞄准点，中杆中立，对着瞄准点打就可以了。技巧二：中带贴库球。当目标球处于中带附近贴库时，无球可 K， 就只能进行翻带了。用球杆量出带口中心与目标球球心的点位，取目标球的对称点，再将杆头向后移动半颗球的距离，对着这个点打就能进了。技巧三：倾斜勾球，两颗球不平行，就取白球球心的位置，延伸到库边，再向外延伸，同等距离作为一个点，然后向目标球进球点延伸。这条线与库边的交点就是瞄准点，中杆中立，对着瞄准点打就可以了。技巧四：克拉克，被对手的球挡住了进球线路，正常打进不了，那么可以测量目标球进球点中心与库边的距离，然后延伸同等距离，朝这个方向用中杆击打就可以进了。技巧五：贴库翻带，测量目标球中心点与对面库边垂直，然后对称延伸到目标球带口位置，从这个点朝目标球中心延伸，目标球表面的点就是瞄准点，中杆中立，对着瞄准点打就可以了。下课。在想要台球打得好，姿势标准才有的搞。每一次看到这种姿势啊，真是受不了。专业鉴定，菜鸟。看完这集超级详细的台球姿势，如果还学不会，算我输。第一步，目视进球线，身体中心轴对准这里，将球杆放在进球线上，让杆头顶着白球，白球与身体刚好是一根博弈球杆的距离。第二步，握杆位置先暂时握在中后段，一会儿最后一步再教你找到最适合的位置。第三步，重心脚向前迈一小步，踩在进球线上，右手击球就用右脚，左手击球就用左脚，脚尖不一定非要对准进球线，根据自己的舒适程度来进行调节。从侧面看，脚掌是踩在握杆手的正下方。第四步，辅助脚向左前方迈一步，两脚距离比肩稍宽，双脚的重心才更加稳固。第五步，转动髋关节，便会自然的带动左脚呈半弯的状态，同时也会给球杆留出足够的出杆空间。转腰的同时肩膀也同时会被带转过来。第六步，左手向前伸，就像是把弓举起来的感觉，右手从放松的状态轻轻的提起小臂即可，同时弯腰向下，保持头部处于进球线和球杆的正上方。此时我们再来看一下握杆手的位置，当杆头处于白球前，手架距离母球20至30公分，如果小臂不垂直地面，就调整到垂直地面的位置上，这才是最适合你的正确握杆位置。这样就把小臂能摆动的全部空间分成了后半部的运杆空间以及前半部分的出杆空间，发力会更加轻松。姿势完成后，从侧面看，上半身呈直角状态；从正前方看，手肘、下巴、手架、球杆呈一条直线，对准进球线。有了这个姿势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想要系统提升台球技术，一定要去看看我主页置顶的第一条作品。下课。大角度贴库球，先用中杆瞄准目标球，沿着库边这条线向后一颗球的距离，带口在右边，就将杆头转到右塞的点位上，就能轻松打进。如果带口在左边，就将杆头转到左塞的点位上，同样也能轻松打进。遇到这种半贴库笔直的球，很难走到黑球的位置，击打黑球有难度。这种球可以利用中高杆发力，通过带脚2次反弹，强行改变白球走位的线路，就能向上走，并且顺利掉到黑球的位置。双贴库球，实战中很少遇到，可一旦出现，直接打几乎不可能进。可以先用中低杆瞄准，保持手架不动，向库边方向转动杆头，小力轻推，白球就会拐过中带，将球打进。大力击打贴库的白球时，很容易造成滑杆的现象。适当的增加手架与白球的距离，用指尖搭在库边的边沿上，小指下折，并且绷紧手架来增加稳定性。球杆呈现一种微微朝下的状态，这样出杆的距离增长了，才有足够的蓄力空间。遇到这个球型，新手可能会很高兴的将3号球直接打进，可下一秒就蒙圈了。黑八怎么打？正确的方法是用3号借9号下，瞄准9号右侧一半的位置借下，白球还能自然的走到黑球的位置，这才是高手该有的样子。贴库翻带，测量目标球中心点与对面库边垂直，然后对称延伸到目标球带口位置，从这个点朝目标球中心延伸，目标球表面的点就是瞄准点，中杆中立，对着瞄准点打就可以了。长台直角贴库球也是最难的，同样是先用中杆瞄准好目标球向后一颗球的位置，保持手架不动，将杆头转到右塞的点位上，但是如果力量太小，白球就会向右偏移打后了。
而如果力量太大，白球就会被挤到左侧，打不到球，所以一定要用适当的力量，母球就会打在目标球偏左一点点的位置，使库边产生凹陷，通过右旋转将球扫进，顺利拿下这局。想要系统学习，记得一定要去看一下我主页置顶的第1条视频。下课，靓仔，此生必学的7个台球小技巧。技巧1：角度球加塞瞄准，要加顺塞时就稍微瞄薄一点。要加反塞时就稍微瞄厚一点，可以提高进球率。技巧2：力量控制。实战中想要贴球防守，但在紧张的状态下，力量较难控制，可以选择将手架往前移，靠近白球，限制回杆距离，这样力量就可以在可控范围内了。技巧3：入袋球。大力出奇迹时，把球打进袋，然后又反弹出来，算没进，也不犯规，换对手击打。技巧4：跳球。中式台球是允许跳球的，但是得看击球点在哪里，打在白球一半以下的位置属于流氓跳，犯规；打在母球一半以上的位置跳球不犯规。技巧5：组合球。2颗球相贴，朝袋口方向打后面的红球，前面黄球就会进；2颗球相贴，中间切线缝隙对准袋口，直接打红球，红球就会进。知道这个原理后，2颗球相贴，黄球对准袋口，缝隙对准另一个袋口，这样打红球时2颗都能进。技巧6：白球半贴库手架，拇指张开，2指搭在库边上，另外2指搭在台面上，大拇指紧贴食指。这种手架适用于白球半贴库时用。技巧7：直线加塞。打加塞时，先找到中杆进球线路，想大力加塞，保持手架不动，转动后手，杆头转到右塞的点位上。想小力加塞也是一样，将杆头转到右塞的点位上。下课，靓仔，学会这7个台球小技巧，再也不用付台费。技巧1：小角度贴库球。手架太远容易失误，可以将手架往前移，限制后手发力部位，只用小臂发力，这样会更稳。技巧2：勾库球。现在我们打黑八，如果不犯规，能被打进吗？当然可以，因为胶边是软的，力量越大，白球陷入的就越深，自然能够顺利的避开障碍球，打到你。技巧3：当台面上没有可以直接进袋的球，可以选择大力击打，让进球几率增加。技巧4：袋口传球角度。遇到像这样的袋口球时，如果直接瞄准进球点传，结果传进后并不好打下一颗。由于袋口球的进球范围很大，打左边也能进，打右边也能进，所以只需要传厚一点，目标球也会进，下一杆更容易击打。技巧5：遇到较远的直线球，打中杆的位置，想要停稳白球，需要用很大的力。对于新手来说，力量大就容易停不住白球。此时只需要用小力量打低杆点位，出杆尽量平顺，就能轻轻松松停住白球，拿下这局。技巧6：低杆前进赛。遇到角度比较小的时候，直接打低杆，白球会撞到障碍球，导致黑球不好打。此时可以选择抬高后手打低杆，白球就会向前跳跃后，再产生向后的低杆效果，轻松叫到黑球的位置。技巧7：短距离贴库球。很多靓仔还是分不清贴库球怎么加塞，可以参考以下方法：袋口在你第一视角左边就加左塞，袋口在你第一视角右边就加右塞。下课，靓仔，记住这5个低杆小技巧，打台球受用一生。打在白球一半以下的位置就叫做低杆，能让白球产生向后的旋转。技巧1：目标球距离较远，角度比较大，正常击打的话很难将白球停在这个区域，击打黑球难度大。此时可以用低杆减速的杆法，出杆时要做到短而干脆，白球就会产生减速刹车的效果，打进目标球后就能顺利的叫到黑球的位置。技巧2：遇到较远的直线球，打中杆的位置，想要停稳白球需要用很大的力，对于新手来说，力量大就容易停不住白球。此时只需要用小力量打低杆点位，出杆尽量平顺，就能轻轻松松停住白球，拿下这局。技巧3：遇到袋口球，想要走位上方底库的黑球，打高杆是很难走位的，因为白球撞库后会产生吸库的效果，上不去。这种情况需要用低杆瞄准目标球一半的位置，就可以加快白球撞库后离开的速度，跑到上方叫到黑球的位置。技巧4：遇到目标球被障碍球挡住，但是2颗球相贴对向袋口，正常击打是打不进黑球的。只要用低杆击打，由于齿轮效应，就会让黑球带上向前的旋转，顺利打进。技巧5：
现在我们要击打黑球，但是正常的解球线路被阻挡了。此时我们可以将库边的瞄准点向上移一点，用低杆击打。白球吃库后会产生一个完美的弧线，绕过障碍球，将球打进。想要系统学习台球技术，记得一定要去看我主页置顶的第1条视频。下课。靓仔，当你精准绝杀一颗关键球时，那种感觉简直是爽到了脚趾头。不过大多数人遇到这种球啊，往往会心生恐惧，进球率非常低。这节课教大家4种方式来轻松应对关键球所需要的准度。第一种，后程加速法。大多数人的后手啊，由于没有经过职业的训练，往往稳定性比较差，所以很容易在关键的时候啊发力变虚。而后程加速法就很好的解决这个点。在准备出杆时，放松小臂，先对球杆方向进行引导一小段，再开始加速送出去。在引导的这段过程当中啊，要始终用余光感知这根球杆，顺着眼睛看到的进球点方向进行引导。引导完成之后，就意味着你已经锁定了球杆的方向。此时无论你如何加速，都不太会偏离这个方向了，力量也会变得无比扎实。第二种，试击法。运杆时啊，就带着准备好的力量去运杆，感觉白球就好像消失了一样，在脑海当中去感受球杆延伸出去的方向，不断的去感受后手肌肉动作的先后顺序。每一次朝前的运杆啊，就仿佛已经完成了一次出杆，这就叫做试击。从多次试击的感觉中找到最好的那一次，杆头稍稍的在白球前面停顿一下，利用刚才试击对动作残留的记忆啊，非常本能的把球杆拉回送出。这个方法很多职业选手都在用。第三种，拉短送长法。有一些球啊，手架不是特别舒服的情况下，长距离回杆容易后手不稳，此时需要缩短回杆距离。但是缩短回杆呢，就意味着力量会容易变小变虚，所以在出杆时呢，就要适当的延伸出杆，来获得加速的穿透力。对于需要精准控制白球位置的这些球型啊，也非常好用。第四种，这个黑球啊，看起来非常难打，你只需要趴下去大力打一杆，6个带蒙死他。想要系统学习台球技术，记得一定要去看我主页置顶的第1条视频。下课。